国公爷，宫里派人来了。殷国公，官家有旨。臣魏陵匍匐恭听。殷国公魏陵为国为民，居功尽瘁，乃国之栋梁，功在社稷。朕得知殷国公寻回亲女，天伦圆满，甚感欣慰，特赐封魏夷宁为青城县君，至上如右，奉行。叩谢天恩。青城县君接旨吧。宜宁，接旨接旨。宜宁接旨。殷国公请起，太夫人请起。恭喜殷国公、太夫人、青城县君，宫中还有要事，在下就先行告退。有劳了，我送你。请。公公，官家日理万机，怎会对我家这些区区小事这么上心呢？官家再忙，天下的事也都在官家的心里，何况有陆侯从旁提醒着。官家加恩，自是顺理成章。哎呀，有劳公公了。国公留步。陆家学怎么有这功夫掺和我家的事？哎，都愣着干什么？啊，继续吃，继续喝。你看看你这些事干的，官家都知道了，小心那些有心人拿你的名誉做文章。哎呀，您多虑了。要真有人能做文章的话，官家就不会赐宜宁县君了，是不是？宜宁啊，听说你有一个胭脂铺子。是，叫颜荣阁。明天去把它关了吧，然后搬回来住。哎，母亲，如果没有这道圣旨，我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去了。可是，你现在是有名分、有品阶的人了，你再这样大张旗鼓的出去经商，一定会引来非议的。母亲，这些年咱们家受到的非议还少吗？您什么时候怕过？来来来，再倒一杯。没错，我是不怕，但是这件事没必要啊。咱们家又不差那点银子，他要是缺点什么，打个招呼不就成了？哎呀，母亲，还请太夫人见谅。这颜荣阁是我的心血，若太夫人实在不肯，便可以上书官家，就说身世之事纯属误会。宜宁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宜宁啊，你这是在威胁我吗？宜宁不敢。宜宁姐姐，你怎么能这么跟祖母说话呢？让他去上，上了书，你就不是我们国公府的人了，省得丢我们国公府的脸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父亲，士农工商，商者乃末流之辈。放肆！谁叫你这么说的？啊！我们魏家靠的是在战场上建功立业才得以立足，当深知这功绩是靠自己真本事才能取得的道理。你这小小年纪就开始以身份论尊卑，你长大了还要仗势欺人不成？啊！宜宁姐姐经商不靠旁人，靠的就是自己的真本事。倒是你，长大了没本事养活自己，坐吃山空，那才是真正的末流之辈呢，懂不懂？是祖母不让他开店，明珠姐姐说经商的不入流，父亲为何教我？
赵明珠，回父亲的话，我是在给廷哥讲书的时候，书上有提及这，才顺嘴说了一句。但我绝对不是说怡宁姐姐经商不入流。告诉你们俩啊，要不是看在今天是你们怡宁姐姐第一天在家里过年的份上，我饶不了你们。哎，小小年纪，口无遮拦，伤害家人，你还有理了？这孩子，你造反了，你还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教育他也得选个时候啊！这是干什么？这饭没法吃了。母亲。好看吗？要不要我陪你去房啊？不用了，我想回罗府。也好，过年嘛。只是今天让你受委屈了。你祖母脾气直，性子急，但她心地很善良。你相信我，只要你和她相处久了，一定会喜欢她的，啊。还有，你祖父很早就战死沙场，我呢又常年领兵在外，这府里边都是明珠和廷哥陪着你祖母。他对两个孩子十分的爱护，我平时都大骂不得。但是今天，他们的确就是错了，我也错了，是我没教好他们，所以，我替他们向你赔罪了。您不要自责。其实明珠妹妹还有廷哥，说的也不无道理，只是您因为包容我，所以才同意我经商。我很感激。感激什么？我是你父亲，做什么都是应该的，尽管去开。你祖母那儿，我去跟她说，不用顾忌。您不要再与太夫人起冲突了。其实，若今日不是我，就没有那道圣旨，说不定现在大家一家人开开心心的正在吃年夜饭呢。以后你不许说这种见外的话。姨娘，今天你能陪我过年，我已经很高兴了。你是我卫灵的女儿，以后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不必在乎别人的眼光，也不必看他们的眼色。我就希望你飞扬跋扈，为所欲为。天塌下来，为父替你顶着。天气冷了，您也早些回去休息吧。谢谢父亲。等等。时光安宁，把年华都化作寻常岁月，够了时间的刚才叫我什么？让无言青丝召唤白霜，半生一想，谢谢父亲。最后一缕掌纹，余年轮嬉笑对望，归途云卷云舒都一身荒，候鸟一行到梦乡。这儿没旁人，你老老实实的告诉我，是不是故意叫廷哥那样轻贱怡宁的？祖母，原本就是怡宁姐姐做的不对，她顶着国公府嫡女的身份就跑出去开铺子，这不摆明了让我们国公府蒙羞吗？你呀，我知道你是为国公府好，但是你也不能让廷哥那么说他呀。
是我跟霆哥说的那件事儿，但是我也没想着他能说出那样的话呀。这件事，你父亲特别生气，觉得我们给怡宁气受了。你这个丫头啊，你这个脾气也得改一改，要好好的跟他亲近亲近。明珠，知道了。过来，坐这儿。哎呀，我知道，你呢一时半会儿是很难能接受他的。本来这府里就你一个丫头，现在又来了一个，还是亲的。这府里上上下下的态度会让你不舒服的。没有，还嘴硬。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哎呦呦！我跟你说啊，就算是来了个亲的，他也不敢欺负你。怡宁不敢，你父亲他更不敢。祖母，哎呦，傻姑娘哎！母亲，怡宁呢？走了。什么？走了？这闹脾气了不成啊？这以后见了我，连祖母都不叫了，得叫我太夫人了吧？明珠，去看看霆哥怎么样了啊？母亲，怡宁回罗府只是想念她在罗府的祖母了。这些年要是没有罗老夫人护着她，恐怕怡宁早就被歹人所害，活不到今天。唉，怡宁这些年过得太苦了，她是我的亲生女儿，却没有享受我一天的照顾和爱护，我亏欠她太多了。我知道你觉得亏欠，但是你也不能偏心得太狠呐。我知道您是真心疼明珠，我也是。可是今天您看，他明珠那么欺负怡宁，您却一句话都没有。这件事我说过他了，他又不是故意的。倒是你，人家明珠送给怡宁花瓶，你觉得不喜欢，就给人家退回去了。哎呀，母亲，你应该知道，他明珠卧房里有多少奇珍异宝，可他就是偏偏挑了一个最廉价的，那不是明摆着轻视怡宁吗？我跟您说啊，我当面给他退回去，那都是看您的面子。可我的脾气，我当时就给他摔了。还有啊，您让他关掉烟容阁的事，我不同意，那是他的心血。我也是为他好呀。作为国公府的嫡长女，官家亲封的县君，做事那得妥当。抛头露面去做生意，那我们的脸面往哪儿搁呀？想当年，您以女儿之身参军打仗，那不是也遭受了很多非议吗？但您都顶住了，所以才建立功勋，扬我国公府之威。我知道您一直都有一颗豁达的心，但怎么现在怡宁这点小事，您就放不过了呢？啊？你知道我在意的不是这个，那您更不用在意了。我明天去跟官家解释，好不好？公子，怡宁姑娘这会儿应该在国公府里吃年夜饭呢，您来这儿也见不到她呀。见不到她是好事，说明她在英国公府一切安好。唉，您早点把她娶了该多好，就不用这样日日想家了。
今年的春联还是三哥写的呢。这府里放着一个大状元，当然用来撑门面了。现在祖母、三哥还有母亲，应该都在吃年夜饭了吧？姑娘，可要进去。回烟容阁吧。是。怎么了？几日不见，不认识我了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这么晚了，我以为你在罗府过年呢。那你呢？英国公府的年夜饭不好吃啊？三哥，我想你了。我也是。你在这里等多久了？没多久。可是若我不回来，你在这里一直等，岂不是白等了？你等在这儿这么久，只是为了送我这个？还有陪你过大年夜。这摩诃洛为什么看起来不太精致？你看不出来这是我自己亲手做的吗？挑三拣四的。是你自己做的，我怎么会嫌弃呢？三哥，你看他们放烟花放得好热闹，我也想去放烟花。走。此心之对与不会，一双人两相随，放两颗真心，朝生暮味。此生对人已不悔，一双梦两人归。盼望此生双双对。愿浅浅一眉，两人楼白首一对，心书成双对，饮水心扉。似诉心眼眉，舍不下须臾错对。只盼我这人不老岁，心甘愿跟随，终是盼此生相对。凭心上滋味，让面上飞。问宿命何为？终有心同赴此会。我心飞，你以为双双飞飞。宪军怕是把整个英国公府的烟花都搬过来了吧？三哥这么快就知道我被封为宪军，只是太夫人跟我说，我现在是有品阶的人了，不能随意抛头露面，让我把烟容阁给关掉。官员经商本是稀松平常的事情。但是近几年出了几桩官商勾结的大案，导致官家下令官员不得与民争利。小小的烟容阁，当然算不得与民争利。何况铺子也不是你一个人的，国公爷会说服魏太夫人的，这一点你可以放心。可是，我不想让父亲为难。你认他了？今日我试着叫了一声父亲，好像也没有那么困难。原本我以为父亲就是一个冷冰冰的称呼，可是我现在觉得很温暖。那你认下他了，考虑回府住吗？三哥觉得
我应该搬回去吗？那毕竟是你的家人。可是除了父亲，其他的人，我都觉得有些陌生。而且，我现在也不能回罗府，我已经没有家了。依宁，要是你愿意的话，我可以给你一个家。其实我早就对你三哥，外面的雪好大呀！你涓涓如歌，在心底泼墨，只一个交错，染一生纹落。人烟突大雨磅礴，爱船千回过，情意念如昨，守着歌。国公府的小厮说，怡宁姑娘回了烟荣阁，要不要去敲门？这过年她不在国公府好好待着，却跑到这里来，看来在国公府待得不开心啊。这个国公爷口口声声说处女儿，处女儿，竟是这么宠的。那舅舅这个时候更应该出现了。女人脆弱的时候，男人的关怀才显得。少用你那套在烟花巷学的用在她身上。我只是觉得，你又费心把宋子云找过来解释真相，又为他争取了宪君的称号，他怎么也能被感动。我与他之间都等这么些年了，也不怕这些时日。我相信总有一天，他会回心转意的。你快些回去吧，大过年的，别让家里担心。陆侯，一大早到这里来做什么？听说你被封了宪君，特来恭喜。您在这里等了一晚上吗？对，就当是跟你一起守岁了。妹妹，你还记得我们一起守岁的日子吗？不记得。那时我还偷偷养了一株昙花，告诉你花晚上会开，你就蹲在花前守了一夜。后来才知道那花是夏季才会开的。陆侯，若是你没有事，我要去国公府拜年了。妹妹，大年初一，于别人而言是团圆的日子，但于我而言，只不过是一个人，像往常一样，又过了一年。陆侯，有什么话便直说吧。国公府是不是给你气受了？国公府对我很好，陆侯何出此言？待你很好的话，大年初一，怎么一个人跑出来了？这件事情与陆侯无关，跟我没关系，是不是跟罗生源有关系啊？妹妹，你跟他既然并非兄妹之情，那应该避嫌。大半夜的，他不好好在罗府待着，出来干什么？这些事情不需要陆侯操心。青渠，我们走。怡宁祝祖母岁岁平安，年年如意。
父亲，宜宁祝您腾达亨通，青云得志。也祝我们小宜宁每天都开开心心呐！啊，太夫人一早就在说，不知道宜宁姑娘今日什么时候回府，可盼着呢。老话说，再亲也比不过隔辈亲，祖孙情谊重呢。多谢祖母。宜宁，你那铺子的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母亲，你急什么？我就是随便跟他聊聊。宜宁，罗府是书香世家，罗老夫人和林大娘子又那么疼你，你在罗府上肯定是不缺吃少穿，你怎么想着自己出来开个铺子呢？祖母，之前我在罗府的时候，自小也是生活在别院的。那时候我常常溜出去，也见过一些女子的一生。宜宁不想像她们那样生活。什么样的生活？依附于他人的生活。此话怎么讲？女子出嫁之前靠父母，出身便决定了她们会嫁给什么样子的人。出嫁之后便靠丈夫，运气好的话，夫妻和睦，平顺一生；若运气不好，妻妾相争，你死我活。宜宁不想过那样子的生活。唉，女人的一生自古以来不都是如此吗？祖母就不一样啊，祖母凭着自己一己之力，证明了女子并不比男子弱，而且宜宁也想像祖母那样，女子不只是嫁人生子，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，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。有志气，不愧是我的女儿。宜宁姑娘说这番话的模样，像极了太夫人您年轻时的神韵。您不就是在这般年岁不管不顾地上了战场，受再重的伤也没悔没怨过？你有这个心气倒也难得，但是这个世间的事啊，不是你自立自强便能无牵无挂的。做任何事情都应该有分寸。宜宁谨记祖母教诲。好了，祖母，这大过年的，您让姐姐谨记这个，谨记那个的。不过祖母，听您提及往事，明珠可羡慕了呢。若非舍不下祖母，明珠也想和父亲一样去边关上阵杀敌呢。哟，打仗是好玩的事情吗？那祖母打小教我练武，还说我一学就会，若不出去闯荡一番，岂不是浪费祖母一番心血？宜宁啊，你什么时候搬回来住啊？我回去收拾东西，过几日我收拾好东西就搬回来。你真的愿意搬回来？这才是我国公府狄姑娘的样子。老奴李全拜见狄姑娘。这是李管家，以后府里有什么事情找他就行了。各位，快请起吧。谢狄姑娘。姨娘，这间屋子是太夫人住的，这儿是我住的，还有以后这些地儿你随便，想种什么花花草草随便种啊。你看这儿，以后你就住这儿。他们拿的这些应用之物都是我亲自挑选，回头你看看你喜欢吗？我喜欢，都很好。谢谢父亲。谢什么？以后这个家都是你的，你看看，什么东西你想要了你就随便拿，还有什么喜欢的府里没有的，我帮你去寻，好不好？多谢父亲。又谢。以前从来没见过你这么细心呢。父亲，祖母，你来。这么上好的青瓷，我以前可从没见过呢。是啊，这是宫里赏的，
我房里已经有一套了，这一套就给你姐姐了。祖母，你对姐姐可真好。妹妹若喜欢，拿去便是。你甭听她的，她呀见好就顺杆爬。你房里好东西还少啊？祖母，您别这么说我，您这样我面子往哪儿搁啊？哎，婷哥，甭理他，几天不打，上房揭瓦，他见不得人。祖母，明珠妹妹，我也带了一些上好的妆容用品，你们瞧瞧有没有喜欢的？祖母，这个呀是乌鱼仙油，用来洗头发的，可以减少掉发。这可巧了，太夫人这2年掉头发有些严重，正为这个发愁呢。这味道是不是还挺好闻的？不错。您若喜欢这东西，我广告。明珠妹妹，你快瞧瞧，这都是胭脂水粉什么的，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。是瞧着都好，那你就都收下了吧。那我就谢谢姐姐的好意了。国公是问要如何养女儿？先生，您看啊，您一面要操劳这么多公事，一面又要独自把女儿养大。再看孙姑娘呢，那真是温婉善良，知书达理，又气度非凡。所以啊，我特意向先生讨教些经验啊。国公言重了。要这样的话，那就是多读书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可是，这读书第一步先做什么呀？先找个好的先生啊。国公府不是现成的吗？你是说，我府的齐先生？太严厉。教教魏婷还可以，教怡宁啊，我不舍得。那国公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呢？一要有学问，要像先生一样学富五车。2要有耐心，不能太严厉。3品行要端，脾气不能暴躁。4长得要周正，看着得顺眼。国公是要找先生啊，还是招女婿啊？要找女婿，我至少再加20条。哎呀，国公啊，你要找的这位先生啊，全天下也只有一人能够胜任呐。谁呀？请2位大人在此稍作休息，等国公忙完政务，小的再来通知2位。有劳了。罗嗣政自上任以来勤勉克己，大理寺卿对你也是颇有赞誉，连官家都是对你青睐有加呀。侯爷真是谬赞了。奉劝一句，做事过于激进，未必有好结果。职责所在，就不劳侯爷费心了。念你在罗府对怡宁照顾有加，我提醒你，别白忙活，难有收成。那是我们俩之间的事情，与你无关。魏怡宁现在可是英国公的嫡女，又是县君，和罗嗣政门户有别，以后还是少来往的好。我跟怡宁自小一起长大，情谊也非他人能及。我也提醒陆侯一句，不要总是上赶着。难不成罗嗣政对他真的有男女之情？你可是他的哥哥。陆侯恐怕真的是忘了吧？我跟怡宁并非兄妹。2位大人，国公有请。